在《念无双》里，命运多舛的袁仲，直到结局都让人心疼。命运让他拥有神之左手，帮助族人幸免于难，却也让他从此失去亲人，还被一群长老强加五罪审判。经过了40年，继续又被定期抽取其精血。正是在这样阴暗的岁月里，他发现了隐藏在众生大道之下一个又一个的谎言，决心审判世人，涤荡五罪。最终一句罢了，是他历经千劫还留有的一丝善念。但这不代表世间没有罪恶，而是与善并存的混沌。就像学长在微博直播中提到印象深刻的那场，在闫都大战前，他扶起那名跌倒的幼童，上一秒可能还对眼前这名大哥哥心存感激，下一秒却在人群起哄下对着袁仲扔了一颗石头，击中了他。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，善恶皆存乎一念间。人类一个微小的念头，就足以决定一个人行为的性质和最终的命运，因果自度。聊聊袁仲，聊袁仲什么？袁仲我非常喜欢呀。我聊他什么？袁仲，你们都喜欢《念无双》的哪场戏？其实我反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有一段就是让那个小孩回家，说，然后他让我也赶紧回家，然后但是小孩最后朝我扔石子那段，其实是我在还没拍的时候看剧本，我觉得最戳我的时候。当袁仲凝视着深渊，心中的魔叫嚣着要吞天灭世，降天火成罪孽之人的时候，是姬檀音带来了光亮，倾听他过往的痛与冤。虽然檀音最后肉身不存，令人遗憾，但相信他带给袁仲的希望和爱会永远常伴左右。念无双中元音 CP 的最后一幕，不知道让多少人伤感落泪。可想而知，当初学长在表演的时候，沉浸在剧情之中的他会有多难受了。学长爆料说，在拍那一幕的时候，情绪一来，用尽全力的哭泣，导致后来拍他和唐嫣一起的镜头时，已经没办法再挤出很多眼泪来。最后戏剧播出的时候，没有特写，只呈现了两人一起的画面。即便如此，透过荧幕，你还是能感受到袁仲当下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悲伤。不愧是学长，靠着这么多年打磨出来的演技，完美的与每一个角色同频共生。就楼州，楼州那个地方我也很喜欢，包括他跟那个姬檀音到最后的那个什么大结局啊，怎么样？他其实大结局有一点就是，我们在拍我们特写的时候，就是拍我那段就是哭得特别尽力，以至于就是哭到最后都已经不行了。然后呢，在拍唐到那边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说我可能已经哭得已经用光了力气了，我说但是我状态会给你大，但是眼泪可能不一定会那么多了。结果谁成想，他那有一个镜头是一个2人的，然后呢，我只是就是那个状态就是，但是眼泪真的是哭不出来了，因为那我记得是哭了一下午，整一下午。到最后可能眼泪就比较少，但是他好像后期大部分用的都是那个2人的，所以我当时我还在看，我还说怎么感觉眼泪这么少呢？但是那天明明哭了很多。结果后来就细细回想这个事儿，我还跟他我们俩问呢，我还就跟他也求证，他说对呀，我记得你也是哭，一直哭的挺惨的，我还以为是不是有滤镜的问题，然后所以会把眼泪给那个抹掉啊什么，但是后来其实好像不是。你有病，你有病。问我热吗？要给我个扇。有个人疯了，有个人有病，我一定不是有病的那个人。哥，你热吗？我不热啊。给你上次
我牛牛。问我热吗？要给我个扇。我有病？我有病吗？不是，到底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？先整个先这个，然后完了又整这个。我看你还有啥？这是啥？这就是最近我工作室的状态，就是我们总得有一个人疯了，有个人有病，我一定不是有病的那个人。他刚才有人说了个哥，我爸比你大2岁，你爸88年的。你多大孩子？你这个时候应该放下手机，把你的小学课本好好的再去复习复习，毕竟起跑线上一定不能输人一等。爸比我大2岁，88年，就算是22，按法定的结婚，那现在孩子最多不超过13岁吧。小孩哥，是小孩哥，现在千万不要到处玩手机啊，还是好好学习啊，没事少刷刷手机，把你的英语单词再拿出来再默2遍啊，你的数学课本、语文课本，给我留个地址，给你们家寄2套卷子。你把那个地址发给那个工作室啊，让工作室给你发2套卷子啊。没事这么喜欢看直播，好吧？那个他的父亲母亲如果看到的话，联系一下工作室啊，给你们寄2套卷子。哎，好嘞，我让你没事看我直播。刚才看直播那个你爸只比我大2岁的那个。他的爸爸妈妈如果能看到的话，联系一下工作室啊，记得2套卷子。好嘞，那今天就这样啊，好嘞，再见。第一杯敬自己。老板直播时偶遇爸爸只比自己大2岁的小孩子。刚才有人说了个哥，我爸比你大2岁。放话要我给他寄2套卷子。联系一下工作室啊，给你寄2套卷子。此时我还没当回事，我让你没事看我直播。第二杯敬自己。老板不光没开玩笑，还在工作结束后第一时间督促我买卷子，我只得连夜下单。第3杯敬自己，老板再次叮嘱把答案撕掉，把那5套卷子先别直接寄给他，寄给咱们，然后呢，把后面那个答案给他撕下来，然后让他写完了之后交回来。贴心的我把答案抽得干干净净。第4杯敬小孩节，希望拿到加码到5套习题的你，如有神助，天天向上。